3支指道人在破天峰外围轮流引敌。小雄风大阵发挥了关键作用，将敌人不断地引入阵法中，隔绝外部查看，再以杀阵毒丹将其灭掉。虽然本体已经不在渡仙门，但是李长寿现在绝对是竭尽所能。目前为止，不算与万凌云长老之前偷袭的战果，通过毒阵、毒箭、自爆纸人、指道人引敌等一系列的操作，已经有1/3的敌方战力葬送在了李长寿的手中，为渡仙门缓解了极大的压力。甚至他直接成了改写胜利秤杆的秤砣。这个时候的洪荒还没有天平这个玩意儿。渡仙门的众仙啊，除却万凌云长老猜到了些许之外，其他人对这些援兵一无所知，满头雾水。与此同时，李长寿还要将一部分的心神放在师妹身侧。有一个天仙境老道与一头真仙境的妖鹏正赶向东边，要去袭杀此前通过地脉挪移阵躲避灾祸的渡仙门弟子。这个消息也被太上长老通知到了，那几位护持弟子们的外务长老已经知晓。但是那里有上千的弟子与门人，一时半会儿如何能够安稳转移呢？顿时，这处原本风景如画的山谷中人心惶惶，不少弟子面露惶恐。一名天仙杀过来，对于他们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于是有秦玄雅又站了出来。各位长老，弟子愿去引开强敌。不可！一名真仙境外务长老喊道。哪有我等苟且偷生让你们年轻弟子外出送命的道理啊？田长老，你我去迎战那恶贼。是。又一位长老站了出来，两个人立刻就要升空而起。正此时，人群中传来一声略带不安的嘀咕声。为什么不能通过地脉挪移阵让门内过来2位天仙境高手呢？众人的视线闻声汇聚而去，说话的正是蓝灵娥。不少人面露恍然，灵娥此时所说的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啊。但是有一小部分的门人弟子流露出了少许苦笑。苦笑之人是最后使用地脉挪移阵的一批弟子。其实本该还有数百位原仙境门人一同挪移过来，但这些已经成仙的门人最后一刻却选择留在了门内，与仙门共存亡。为了防止弟子们的行踪暴露，地脉挪移阵也被这些原仙亲手给毁了，断掉了他们自己的退路。几个人小声解释之后，众弟子群情激愤。咱们就在此地与他们搏命就是。不错，我是尚在门内搏杀来犯之敌，我等也不可窝囊而亡。大不了便是魂飞魄散，反正我也觉得自己80%是渡不过天劫了。李长寿暗中皱了皱眉头，这种局势对自己施展十分不利，还好有友情玄雅在此地。这个假的李长寿拉了一下师妹，低声说了几句，两个人主动走向了友情玄雅。接下来的计划需要利用友情玄雅首席弟子的身份与威望，友情玄雅就成为了真非纸片工具人。嘀嘀咕咕，稀稀疏疏，这指道人李长寿和灵娥站在友情玄雅面前。灵娥与友情玄雅不断的小声说着什么，李长寿却只是轻轻点头摇头。实际上是李长寿在暗中传声，并将一只瓷瓶不着痕迹地递给了友情玄雅。长寿师兄为何不站出来做这些呢？友情玄雅用传声之法回道。我知师兄你不愿被俗名所累，但这本该是师兄的声名，就该给师兄才对啊。李长寿笑了笑，又传声道。友情师妹，若你能见我之所见，闻我所闻，自不会有这般疑问了。友情玄雅明显一愣，他注视着李长寿，又对面前这位笑容总是很温和的同门师兄轻轻颔首。他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虽然李长寿也不明白他到底明白了什么，但他应该是明白了一点什么。
李长寿觉得自己渐渐掌握了应对这位有琴师妹的一些小技巧。周遭也有不少弟子看到这一幕，但并不知道他们3个人在嘀咕什么。那位同门是谁啊？兰陵娥师妹的师兄，此前不是与金鳌岛炼气室那个龙宫太子比斗过一场吗？哦，狼牙棒，我怎么都给忘了，这般记性当真。李长寿传声，有琴师妹，事不宜迟，对方说不定马上就能寻到此处。有琴悬崖很快轻轻点点头，背着大剑驾云飞到半空，看着下方乱糟糟的人群。各位，时间紧迫，且听我一言。我有一法可退强敌。来袭之敌有蓬腰带步，又是循地脉袭来，逃离此地也是不可能之事。下方众弟子只是仰头注视，还好有琴悬崖脚下踩着一朵别人绝对看不透的白云。他拿出一只瓷瓶，喊道：各位请看，此物乃万凌云长老赐下，可灭杀天仙的绝世毒丹。稍后我将与几位师兄师姐一同出手，用这毒丹来布置阵法，用此物看能否重创此敌。各位还请退回地穴，在地脉附近等候。各位长老也请听玄雅一言，若几位师兄师姐与玄雅无法得手，到那时还需各位长老以命相搏，护持众弟子。有琴悬崖的这番话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算是真情流露。李长寿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且刚才山门的大战中来袭的那名天仙境老道的实力已经被李长寿给摸清了，此刻他有9成9的把握能够灭掉来犯之敌。李长寿自己都差点被有琴悬崖的话语所打动了。顺道一提啊，最后那 0.1 成的失手概率，按惯例呢是给无法抹除的天道随机性抽风，必须要时时刻刻给天道老爷足够的尊重。几位长老顿时站出来，想要代替有琴悬崖用着毒丹。悬崖，天仙非同小可。长老，有琴悬崖目中若有星光绽放。请信我。这悬崖，我与田长老留下，你也在此地助阵，你看如何？另外一名真仙境外务长老也道：那我们2个护卫弟子再在地穴之中不另一处阵法，用作第2段埋伏。有琴悬崖略作思索，又听闻李长寿传声，立刻答应了下来。长老们招呼几声，刚从地下飞出的众弟子又立刻朝着山谷深处的地穴飞去。今日他们这些未成仙的弟子当真是有些狼狈。一旁的角落中，灵娥小声嘀咕：这也行？李长寿负手而立，传声：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能用常理来理解的。灵娥顿时若有所思状，抬头看脸自己师兄。那师兄呢？严肃一些，接下来还有各种麻烦事要处理。李长寿传声道了几句，朝着侧旁后退半步，避开地穴方向的视线。灵娥，你稍后务必跟在我身旁，不要乱走。灵娥先手前身，小心地拉住李长寿后袍裙摆。虽然是在险境，可是他的脸蛋上也不由露出了微微的红晕。李长寿淡定地传声：约法3章。灵娥朝着旁侧挪了半步，背着手站在那儿，一副跟师兄不是很熟的模样。这种时刻也没有人多关注她这般容貌俏丽但是修为不足的女弟子了。有不少弟子到有琴悬崖面前，连说自己想一同留下御敌，但有琴悬崖想着李长寿此前的叮嘱，不断拒绝，最后只是以小琼峰弟子善土遁为由，将李长寿和灵娥留了下来。不多时，几位长老合力在地穴入口迅速布置了遮掩大阵，同时也阻隔了地穴的内部对外探查。那强敌说不得什么时候便到此地，此时应该是沿着地脉找寻，耽误了少许时间。又或者是
对方有其他的算计，这个倒是不得不防啊。李长寿的心底不断的思量，看脸灵娥继续暗中指点有琴玄雅。既然选择了让有琴玄雅师妹来做一次工具人，那就要将她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稍后再花些心思确保她不暴露这些就是了。两位真仙境外务长老带着他们的3名弟子飞出山谷，在山谷侧旁比较显眼的缓坡上故意流露出自身的气息，这是为了吸引强敌注意。这时有一位长老扭头看脸李长寿和灵娥，本想出声让他们小心一些，但是话到嘴边也只能轻声一叹：你们2个善土遁，若事情不对，当以自保为上。李长寿和灵娥对视一眼，低头称是。很快2座困阵和防护阵在山坡上像模像样的立了起来。2位真仙境长老也拿过那毒丹，小心翼翼地探查了一下，这确实是万凌云长老炼制的丹药。他们2个人探查着毒丹时，也是一阵灵觉跳动，知道这是了不得之物。这其实就是迷药，迷心醉魂散。于是呢，2位长老的目光也少了些许担忧和决然，有了几分希望。趁着他们在布置，李长寿带着灵娥躲藏在一颗大石后，心神侧重在山门中的激战。壮汉指道人第2次现身，效果并不理想。这些血纹傀儡此时已经反应了过来，并未立刻派人追赶，而是不顾一切的疯狂进攻破天峰。毕竟此前的那批道友们无声无息被灭在了一处峰头上，此中蹊跷，用脚趾头想都有问题啊。也就大多数渡仙门众仙会觉得，这个壮汉如此狼狈的回来，必然是经过了一场血战，能够斩杀如此多的大妖，着实是让人钦佩。那壮汉继续骂骂咧咧的，回应他的却只有神通法宝，一时之间无法再引敌了。罢了，引太多敌人去小琼峰，1次2次算是巧合，多了也不好解释。渡仙门主峰战局已经趋于平稳，血纹傀儡的锐气已失。渡仙门一方此时虽然尚被压制，但是伤亡增加的速度已经十分缓慢。万凌云长老、忘情上人等高手的作用也越发凸显，但是局势并不算是完全稳定。现如今就等上方金仙分出胜负，那里才是最为关键之地。若在人教高手赶来之前，渡仙门掌门或者是麒麟长老有一位败了，那渡仙门今日依然是满盘皆输。如何能帮上金仙这种层次的对决？李长寿的心底冒出这个想法，随后便是眉头紧皱，自查自省。我是不是管得太宽泛了一些？这个问题明显已经超出了我此时的能力范围，也并非是我无论如何必须要去做之事。呀，该不会有什么劫运之类的东西正缠绕在我身上吧？不然我怎么可能会冒出这种荒唐至极的想法？李长寿也并未过多纠结，理清思路之后，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走下去。片刻之后，灵娥身侧的人字3号指道人已经感应到了那只鹏妖的妖气。对方虽然绕了路，但还是顺利地追杀而至。当下，李长寿立刻掌控在山门中疾驰的3只指道人。那壮汉与师兄妹主动攻向蚊子傀儡的主阵，3位指道人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无力回天。但他们刚烈不屈，视死如归，最后冲到对方大妖站位密集之地，瞬间自爆。看得渡仙门众仙大声疾呼：“道友不可！”不少常年闭关的老仙仰头长叹。不过这个场景双方都觉得好像刚刚从哪儿见过。说实话，李长寿也挺心疼的，这3只指道人毕竟是他如今能够做出来的品质最高最费纸的指道人了。但是没办法，
这3只指导人已经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并且沾染上了不少的因果。尤其是那个壮汉的化身，骂妖族的时候一时爽，日后若是被一些与妖族有关的大佬，譬如陆压道人等翻旧账，那也不好处理。但是现在自爆也就一了百了了。妖皇是那个壮汉骂的，跟他人教擦边弟子李长寿有什么关系？暗中瞧脸自己身上的那些防推演细碎物件，李长寿并未再多考虑此事。其实妖族早已经退出了洪荒大舞台。妖皇当年为了对付巫妖，大肆屠杀人族，以人族魂魄炼制逆天重宝，致人族几乎毁灭绝灭，与人族结下了不死不休的天大因果。所幸当时早已经与妖皇结怨的女娲圣人和道门高手出手护住了人族血脉。身为人族，莫说是如此不痛不痒的调侃妖皇，在妖皇坟头蹦的都不算失礼。其实真的有过这种情形。上古末巫妖大战第3次决战过后，妖族元气大伤，人族把握时机大胜妖族。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位人族共主，命人在坠落的妖庭前面起舞奏乐数十年，以作庆贺。人族大兴可不是拜一拜天地，尊一尊3教教主就能得来的。一句死伤无算，便知大兴艰难。只是后来人说起此事，会说一句巫妖不合天数，由此凸显人族顺天地而兴罢了。此战至此时，李长寿也是感触颇深。仅仅背后有一个黑手，想小小的算计一下渡仙门，就葬了如此多的真仙天仙。伪装躲避因果，底牌了断因果，两者都是一般的重要。以后不能说藏不藏的问题了，而是能藏多深就藏多深了。